本节目由滴滴精酿特级鲜香贝士达品牌赞助播出。它们是顽皮灵巧的种子，生长遍布地球每个角落。憨态可掬的外表，却有着深藏不露的城府。只有与巧手相逢，斗才会一次次卸下铠甲，释放非凡的能量，拓宽人类食谱边界，绽放风味的万千姿态。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，密林中暗藏着危险。这是雨季前进入森林的最后机会。没有路，但难不倒尼玛旺堆兄弟。很快，他们找到了熟悉的老藤。荚果长达1米，豆子硕大，种皮坚硬。半年前结的果实已经干枯变脆。柯藤子过去是家庭主食的补充，
如今更像稀罕的食材。雨林带回的柯藤子需要先做处理。几乎所有的豆荚和豆子都含有皂苷和凝集素，它们是豆科植物通用的防身武器。过量摄入会产生中毒反应，这给人类的食用增加了难度。每一步处理，旺堆都得加倍小心。豆子加热后爆壳，为了避免家禽误食，种皮不能随意丢弃。水煮可以破坏毒性物质，但是对于个头大的柯藤子，去毒的过程没有那么轻而易举。旺堆还需要父亲的指导。才能松一口气。旺堆家的习惯，用辣椒和嫩韭菜爆炒。富含淀粉和油脂的豆仁，有类似坚果的口感和杏仁的香气。好了，打过来吗？在，哎，走。我看你可真会工作了。经年累月，人们渐渐学会了与豆类的相处之道。豆类富含植物蛋白，在漫长的时光中被人们作为重要的粮食，大大丰富了谷物的类型。新的个在一起的。蚕农每天为了幼蚕的口粮忙碌。谷雨刚过的江南，田里的桑枝新发嫩叶。
桑田边，一种豆科植物，此时也将饱满的豆荚挂在了腰间。豆荚形如老蚕，这可能是蚕豆名字的由来。种子被豆荚包裹，这是豆类植物特有的果实形态。蚕豆荚成熟后将自然张开，助推种子传播繁衍。但是贪图口感的人往往会抢先一步。初夏的鳝鱼肉质细嫩，我不热的呀，人家我住在这热的嘎子呢，我能知道啊。兰兰平时在市区上学，奶奶的厨房对她来说充满了田野的新奇。好看吧？好看。奶奶今天要为家人准备丰盛的一餐。咸肉释放出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汁香，雷笋脆爽，新摘的蚕豆质地绵密，气息清新。精米和糯米对半，一同被蔬菜和汤汁包裹。铺满新鲜的酵葱，滋味鲜明地宣示夏季的到来。立夏，农作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。江南有吃立夏饭的风俗，孩子快快长高的美好愿望，都在这一碗蚕豆饭里。立夏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天。多吃点啊！哦呦，谢谢谢谢兰兰。伴随着蚕节俭，属于鲜蚕豆的时令结束了。在养蚕期间吃的豆，也许是人们叫它蚕豆的另一个原因。2个月的辛劳换来雪白的棉兜，今年可以给儿孙们每人做一条蚕丝被。
拉泥毛一场，阿拉小拉一场，阿拉金拉一场。围绕谷物生长的节律分配饮食、安排生活，不仅精耕细作的地区如此，依赖自然的中美洲乡村也有高妙的创造。10月，米格尔带孙女在自家田里采收。玉米是家庭的日常主食，豆类也不能缺席。今天，妇女们用利马豆做午餐，这是菜豆的一种。南瓜子浑身散发油脂的香气。搅碎和煮熟的利马豆组成馅料。这里还沿用最古老的烹饪方式，加入炙烧的岩石，利用存续的热能烧灼出浓烈的焦香。填入玉米面团油炸。不同谷物的氨基酸相互补充，无论营养还是味道，南瓜、玉米和菜豆都是餐桌上的黄金搭配。这个组合联袂演绎的奇妙还不止于此。尤卡坦半岛石灰岩地质覆盖，地表几乎没有河流和湖泊。又过了3个月，这次的采收必须举家出动。无杂的丛林。米格尔家的庄稼隐匿其中，这是一种看似粗放，实际非常有智慧的混合种植形式。一切开始于半年前。玉米率先发芽，南瓜紧随其后，最后是豆子。豆子柔嫩的茎腕不断试探摇摆，找到玉米杆，再奋力攀援向上。这个抱团生长的形式被称为生命3姐妹。玉米作为支撑，豆为土壤固氮，南瓜抢夺杂草的养分，形成一个互助的生态系统。全家25口，男女老幼一起上阵。玉米已经收过，这次成熟的是豆子。几千年来，玛雅人一直沿用这套独特的米尔帕自然种植法。如今，它甚至反过来，给现代农业带来一些灵感和启示。丛林的丰收过后，将迎来盛大的聚餐。黑胡椒提供辛辣，胭脂树籽带来草木的清新和红艳的色泽，最适合用来烹煮鸡肉。
大餐需要更大的烹饪空间。院子里，男孩们在米格尔爷爷的指挥下制作地坑炉。鸡肉已经酥烂入味儿，拆成细丝。新收的豇豆，豆荚已经变薄，淀粉聚集，豆子粒粒饱满。与猪油酱汁一同掺进面团，捏成容器的形状，填满玉米糊和鸡肉。来自田野的收获，混合肉类与香料，包裹进芭蕉叶。白云为盖，天地融于一炉。谷物来自土壤，现在又重新回归大地。2个小时的耐心等待，美妙的气味从地下飘出。趁热切开，地坑鸡肉豆饼是全家人的期待。米格尔和孙女再次来到田地，传统的种植法还在代代延续。依循植物的自然天性，这何尝不是人类与谷物的共生？与人最亲和的豆类要数豌豆。它生长的每个阶段都是美味。长苗时，只掐顶端的嫩尖儿。热汤汆烫，立刻激发豌豆标志性的香气。结荚果的阶段，人们培育出专吃豆荚的荷兰豆和食用豆仁的甜豆。成熟的豌豆颗粒，慢煮能获得浓稠绵软的质地，适合搭配不同的食物。甚至仅凭一己之力，也能成就独特的美味。啊不，今天天气这么冷，你做的这都是没得哇，没不往咱这个都是讲究。你看我们往跟你讲究。沈朝之带着他100斤重的作品上路。天不亮出门，是为了去山另一边更大的集市。每6天赶一次街，乡民陆续到来，摊主们迫不及待亮出自己的手艺。这是哀牢山无量山一带特有的小吃，不同质地的层叠，其实都是豌豆的变身。我这
些红的卖的都是更好的哦，手后都要扛差不多的。豌豆粉碎后，滤一遍杂质。直径1米的大锅，沈超之依着锅底的弧度，用刮板均匀地摊出一张薄薄的豌豆锅巴。新鲜出炉的锅巴，已经是薄脆香浓的美味。我看要1两，3两，还花嘞，那个10饼来往这要多便宜。接下来要继续过滤豌豆粉浆，提取更细腻的淀粉。蘸水的8种原料也要提前准备。除了香辛料，用粗糖腌制的木瓜醋，轻盈爽亮，散发天然的果香。成熟豌豆淀粉含量超过50%，过滤掉蛋白质、细纤维和色素。洁白无瑕，才符合沈超之的要求。稀释后，熬煮半小时以上，边煮边搅，糊化出质地通透粘稠的液体，当地人称为油粉。1张锅巴，1勺热油粉，淀粉凝胶粘合每一层锅巴，不断重复交叠，锅巴软化，油粉冷却定型，豌豆的不同形态再次合体。无量山的豌豆千层，有着独特的造型和口感魅力。热的有吧？水的了吗？阿婆帮我带水的个，阿啥？阿七的妈带走，来着。这份手艺，也给沈超之和家人换取了安稳的生活。漂亮，漂亮的，看看嘛，那小效果，高兴，高兴就笑，高兴啊！
并非所有豆荚都迎风悬挂，有一种豆科植物，如同卧底，常年蛰伏在沙土里。花生常被归类为坚果，但闽南的叫法更加还本归元，土豆，长在土里的豆。新鲜花生含水量高，容易发芽霉变。加海盐同煮，帮助花生脱水。日晒夜收，反复7次，脆韧中有阳光和淡淡海风的味道。花生大概是最好相处的百搭型豆科食材。甘蔗种植广泛的岭南地区，花生与蔗糖结合，恰似金风玉露，造就出种种甜味小食。东南亚地区也将花生视作调味的主力。高调的酸辣是泰餐的标志，用焙炒的方式激发花生自身的油脂香气。温和醇厚，浓香耐嚼，是左右逢源的一味。在印尼，美味离不开沙爹酱，其中最重要的原料是已经粉身碎骨的花生。在争奇斗艳的香料面前，花生不动声色，将其他风味悉数包容收纳。作为重要的油料作物，花生榨油，香味嘹亮外向。广东化州所有白斩鸡都要用花生油做最后润饰，才能以香油鸡之名登台亮相。在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东南沿海，还有一种做法是将功夫化于无形。天不亮的老街，朱娘娘第一个开门。这家早餐店是从父亲那里接手的，40多年只卖一样东西——花生汤。阿良顾店，丈夫阿九负责送汤。制作花生汤要提前1天准备，夫妻俩有分工。泡软的花生衣用自制的木板搓下来，同时将花生仁分成2半。阿九负责熬煮。大火烧开，撇去浮沫，转到煤炉上，用小火煨足半天。高温下，花生里的蛋白质帮助油脂和水混溶乳化。揭开凝结的油脂层，汤色奶白，不一碗花生汤能满足大多数闽南人对早餐的期待，但每人又都有自己的吃法。芋头质地扎实，适合垫底；
也可以用油条代替汤匙。从暑热蒸腾的岭南，到天寒地冻的北国，豆类都可以适应。冰封的江面是彼得洛夫的工作地点，每隔4天他才能回一次家。在冰面上的嘛，别磨叽了啊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这都有点催你呢，可不是，你太磨叽。彼得洛夫是董金福的俄罗斯族名字。这里的冬季超过半年。老伴儿高凤云已经在张罗饭菜。极寒环境的东北，储存冬季食物，人们有非凡的天赋。货郎车10天来一次村庄，新鲜蔬菜的补给十分有限。累了，弄一根。今天这种菜没有多点了。哎，一冬天的哪有那么多菜啊？你喝你的酒，少喝点啊。喝我的小酒。老高，在家没有？老远就听你喊了。来，我明天要上线。你看，好几家花都在这放着呢，正好呗。我就怕一个羊也是赶，2个羊也是放。不知道哪个钥匙是他家的。为了生活方便，村民大都选择去县城过冬。老董和老高于是多了帮着邻居照看家院的任务。那得上李大嫂家去一趟吧？去啊，别忘了。那2家明天再去吧。老高，这次我教水啊，下次跟你教，别忘掉了，忘掉是部长。哎，大家有机会玩了这回啊。谁跟我玩？那你自觉一点吧啊。又是老董去江上值班的日子，老高闲不住，
他的字典里没有寂寞2个字。被唤醒的绿豆逐渐舒展筋骨，严寒使万物放慢脚步，但生活不会。人们选择在这片土地上扎根，也在时光里学会如何与寒冷共处。老高要花点心思迎接这个迟来的春天。面皮擀得又薄又匀，每一层用油隔开，1分2半，焦香软弹。搭配炒鹅蛋和肥鱼的酱香蒸肉，春饼的配菜务必丰富。哎呦，我得好好瞧瞧。1碗绿豆发1筐。你老厉害了。豆芽长势旺盛，尤其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候，让一切都充满了生机。因为水分含量高，豆芽必须快炒。将将断生，淋1勺醋即可出锅。加点肉。我看哪个香，我就加哪个。根根生脆，精神抖擞，在一众荤腥中脱颖而出，享受在口腔中清脆的切割感和肆意的豆香。技术挺高啊，我的技术是不是？哎，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吃过春饼，春天就不远了。豆荚亦可摘，鲜味亦可咸。风味玄鲜特使味仕达味极鲜，滴滴精酿，特级鲜香，带你寻找新春鲜滋味。豆荚亦可摘，醇香亦可寻。风味玄鲜特使广和馥入，传承100年非遗酿造工艺，带你寻找儿时记忆里的味道。同样是冬季，四川盆地湿润的空气为另一种谷物提供了转化的条件。锅都开了，动一下，动一下。来喽！
马上就做酸了。豆类作物中，原产中国的大豆最有个性，但直接食用不仅口感不佳，其中的抗营养物质对消化吸收还有一定影响。还好，中国人发明了豆腐。不到7点，张云芳的豆腐坊已经热气蒸腾。来个腰子吧。你吃甜的吗？我吃咸的。点卤后的第1碗豆花是夫妻俩的早餐。你别说我了，这会啥都好吃。哎呀，我们来了。啊，过来嘛。赶紧。这麻将打起来是比摸豆腐安一个。打麻将靠耍的。哇，看到5条了。我3个了，我4几条。还有3把了。我把板子给打起。要得。街坊姐妹是牌桌上的对家，换上工装，是豆腐坊协力操作的帮手。张年你还要推好久这么能用？因为底部才捡得完。你俩只想挣钱，还是要耍，还是要享受。那做了钱不享受来做？就是还是。在云芳的豆腐坊，豆腐还只是起点。环境水汽接近饱和，加上适宜的温度，方寸的豆腐是微生物广阔的舞台。不同菌种和谐共生，从豆腐中吸取营养。菌丝分泌大量的酶，分解蛋白质和脂肪的同时，鲜味物质出现。川西一带格外迷恋这种微生物带来的鲜味。100公里外的崇州人，把豆腐打过的白菜，到了最清甜的时候。张云芳的霉豆腐，菌丝繁茂，但这还不是最终产物。喷洒白酒能延缓微生物滋长。在豆腐表面滚上盐、辣椒和花椒碎。白菜腌制2天，褪去水分，
变得柔韧，不易破损。用它包裹豆腐，定型的同时阻隔空气，等待风味的渗透和发酵的深入。中国人把豆腐带给了世界，但腐乳的美妙奥义，也许只有华人懂得欣赏。制作腐乳的玄机，至少在明代已经被熟练掌握。出产大豆和盐的地方，大多有腐乳制品。各异的风土、不同的味觉偏好，造就出千姿百态的外观和味道。可以直接佐餐，也能做调味担当，甚至是了解一方风味的切入口。腐乳与芝麻酱的组合，为游牧的剽悍找到农耕的温润注脚。在岭南地区，腐乳已经不单纯是食物，而是一种色香味类。哎，张文同志总规矩了吧？我来喽，该拿来喽。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，浸透百转千回的滋味。装了下就好吃了，这对的。我几天没吃这个还香着嘛，哥。对，味豆的豆腐最好。对头。做完腐乳，张云芳打算和老伴儿去旅游。墨西哥，豆子之后，南瓜也熟了。云南，沈朝之接到了一个大订单。东北，董金福的春播也要开始。豆，像一个慢热却忠诚的朋友，已经陪伴了我们几千年。它塑造生态，提供蛋白质，也是美味的魔法师。种豆南山下，此物最相思。难忘的风味来自晋西高原饱满香醇的黄小米，海拔1400米阴山下，营养丰富的黄金谷物有机裸燕麦，信江之滨回味无穷的特色拌粉，巴渝街头劲道爽滑的这碗晒面，气口码头黄小米，蒙燕有机裸燕麦片，葛小叔南昌拌粉，姚一妹有阳面，丰收好物，精选家乡好风味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